在人们的印象中，电池、计算机甚至飞行器似乎都是近代才出现的高科技产物。然而，考古发现中却有一些离奇的证据，仿佛在暗示古代文明也曾掌握过令人惊叹的科技。比如，2000年前的陶罐可能是一颗电池，宏伟的金字塔内部蕴含着难以解释的神秘设计，还有古希腊的机械装置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以及遍布荒漠的巨大地画、印度史诗中描述的飞行器等等。试想，如果我们穿越回几千年前，亲眼目睹祭司从陶罐中放电，工匠用齿轮装置预测星象，或仰望天空看到神秘飞行器划过，会是何等震撼。这些发现让人不禁怀疑，我们的祖先是否曾经拥有超越想象的工艺与技术，亦或这一切只是巧合与误读，引发了一场现代科学与阴谋论之间的碰撞。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些消失的古高科技传说，看看真相究竟如何。说起电池，你可能会想到爱迪生或者福特等近代科学家，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可能就已经无意中发明了电池。1930年代，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考古发掘中，人们找到了一件奇特的陶罐。这只陶罐只有拳头大小，出土时其内部结构让考古学家十分困惑。陶罐中插着一根铁棒，外面套着一个卷起来的铜筒，两者由沥青密封隔开。这一组合看起来就像现代电池的雏形。后来有人往这种复原的陶罐里倒入酸性液体，比如醋或柠檬汁，结果真的测出约半伏到1伏左右的电压。这个不起眼的陶罐被戏称为巴格达电池。当然，这点电压非常微弱，有人打趣道，它恐怕连一只小灯泡都点不亮，更别提给手机充电了。它真的是电池吗？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工匠也许发现了将不同金属放进酸液中会产生奇妙效应，比如轻微的电击或电镀效果。他们推测，巴格达电池可能被用来给饰品镀金，或是在宗教仪式中制造一些小魔术，比如让祭司触碰两极，产生麻麻的感觉，增添神秘氛围。实际上，现代研究者曾仿制多个巴格达电池，并将它们串联，成功用产生的电流为一只小银质塑像镀上薄薄的金箔，可见这个古老装置的电力足以用于简单的电镀工艺。不过，也有考古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这个陶罐的发现记录并不完整，无法确定它当时的用途。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个储存卷轴的容器，铁棒和铜筒的组合纯属巧合，而非真正用来发电。尽管存在争议，巴格达电池依然让人充满遐想。如果真的是古代的电池，那它比意大利科学家福特在1800年发明电堆还早了1000多年。试想一下，2000年前的工匠如果真的掌握了电化学原理，他们会怎么看待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在同时期发现任何古代电灯泡或电器的残骸，所以就算巴格达电池能发电，它的应用可能也十分有限，远没有开启什么古代电器时代。考古学家更倾向认为，这只是先民一次偶然的尝试或独立的小发明。无论如何，这个小陶罐的故事证明了古人的创造力，有时候会超前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哪怕只是昙花一现。说到古代的神秘技术，埃及金字塔绝对榜上有名。建造于4、5千年前的胡夫金字塔高达146米，如今磨损后约138米，底座占地相当于9个足球场大小。更惊人的是，它是由约230万块巨大的石灰石堆叠而成，每块石头平均重达 2.5 吨，最大的几块甚至有50到80吨重。古埃及人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是如何切割、搬运并精确堆砌这些巨石的呢？这一直是让现代工程师和考古学家挠头的问题。搬运巨石的难题，设想一下，让你搬运一块2吨重的石头，连现代吊车都嫌吃力，而古埃及人却似乎批量完成了这个壮举。一些工程师惊叹，没有起重机和卡车，他们怎么做到的？这催生了各种猜想。有人说，古埃及人掌握了特殊的力学技巧，比如利用滚木、泥沙和无数人力推拉，或者在沙子上洒水来减少摩擦力。
考古学家确实在一幅古埃及壁画中看到工人用雪橇托运巨象，前方有人倒水润滑沙地，这可能就是他们减小阻力的窍门之一。另外，有研究发现金字塔附近在古代曾有尼罗河的分支河道，方便船只将巨石从采石场运到工地。也就是说，埃及人可能把石头先用船漂到靠近金字塔，再用人力拉上岸堆砌。为了验证这些方法，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一支团队曾尝试用古埃及技术建造一座小型金字塔模型。工人们按照文献记载，使用木锹和绳索搬运巨石，但进展异常缓慢，最后不得不动用起重机才能勉强完工。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古人要完成胡夫金字塔这样的宏伟工程，确实需要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毅力。当然，关于金字塔的建造，也不乏更大胆的假设。阴谋论者喜欢提出各种脑洞大开的高科技方案，什么外星人用反重力光束搬石头啦，或者古文明掌握了音波悬浮技术，用声音就能让石块飘起来。还有人相信金字塔的石块不是开采搬运的，而是在现场用秘方浇筑而成，相当于史前混凝土技术。不过，这些说法都缺乏直接证据支持，目前更可靠的解释还是依靠大量人力和一些巧妙工具来完成建造。毕竟，考古发掘出土了古埃及工匠使用的铜凿、石锤等工具，还有工人村落遗迹，说明金字塔确实是人类辛苦劳作的成果，而非某天外文明一夜之间的手笔。金字塔内部的秘密，外部建筑奇迹已经够神秘，金字塔内部的设计同样充满问号。以胡夫金字塔为例，内部有狭长的通道和几个房间，其中国王密室和王后密室最为著名。从这两个密室斜向上伸出几条细长的通风孔，直径不到20厘米的小通道，一直通向金字塔的外部。奇怪的是，这些通道在建造时似乎并非为了让工人进出，也不太可能是实际通风用，因为王后密室的通道最初并未打通到外壁。有人猜测它们有象征意义，可能指向特定的星辰，让法老的灵魂沿着星光通道升天。果然，有学者计算过，在建造金字塔的年代，其中一条通道指向猎户座星座的腰带三星，另一条指向北极星所在位置。这种天文对准是否巧合？古人有没有可能为了信仰精确测量星空并体现在建筑中？想想都令人敬佩。除此之外，金字塔还体现了惊人的建造精度，它的4个侧面几乎严格朝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偏差不到 0.1 度。这在没有罗盘和 GPS 的时代实属罕见，可能是古埃及人通过观测星空，尤其北极星来校准。有研究者甚至发现金字塔的尺寸比例暗合某些数学常数，例如其高于底边长度的比值约为 6.28， 接近圆周率2派。虽然这些数字上的巧合未必是古人有意为之，但也为金字塔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除了通道，对金字塔内部的另一个好奇是，这么深的墓室，他们当初是怎么照明施工的呢？几百米长的走廊，如果只是火把照明，天花板和墙壁应该会熏得漆黑。然而很多金字塔和墓室内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油烟、煤烟、残迹，这让一些人浮想联翩，难道古埃及人有某种无火焰的照明技术？甚至有人根据埃及丹德拉神庙壁画中像电灯泡的图案，提出埃及人可能掌握了电灯照明。这时候又有人把巴格达电池的主意安到埃及头上，想着会不会古埃及也用类似电池点灯。不过主流观点还是比较朴素的，可能古埃及人在密闭空间里使用油灯配合反光镜，或者控制火把数量并频繁清理烟灰，所以才能避免熏黑墙壁。此外，也可能那些通道本身就帮助通风，减轻了烟尘积累。金字塔的用途之谜，最后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金字塔难道只是法老的墓地吗？按照常规历史记载，胡夫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在金字塔内发现法老木乃伊，据说可能被盗墓贼很早就偷走了。内部也几乎没有华丽的壁画或宝藏，空荡荡的石室让人感觉不像是精心装饰的安息之地，这就给了很多超自然理论空间。有人认为金字塔
其实是一种巨型能源装置，利用地磁或宇宙射线发电。也有人说它是与宇宙通讯的信标塔，甚至传言金字塔内部曾发现超自然力量，比如放在亡灵密室中的剃刀会变得异常锋利，植物种子发芽率提高等等。这些听起来更像都市传说。科学家当然对这些奇谈持怀疑态度，进行过多次实验，也未发现特殊能量。但现代科技也在继续为金字塔解谜。2017年，科学家利用宇宙射线粒子成像技术，惊讶地发现金字塔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未知空洞，位置在大画廊上方。这一神秘空间的用途尚不清楚，令学者和爱好者们倍感好奇。不可否认的是，金字塔的建筑精度和规模在古代实属罕见，它所体现的数学、天文和工程知识远超同时期的大多数文明。因此，金字塔至今仍是一座让人着迷的迷之建筑，既是古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也是现代各种猜想和传说的温床。提到计算机，很多人会想到硅芯片和电子元件，但其实在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人就制造出了一台令人惊叹的机械装置，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台模拟计算机。这就是著名的安提基特拉机械。1901年，希腊的潜水员在爱琴海安提基特拉岛附近的海底沉船中发现了一系列青铜碎片。起初没人在意，后来考古学家将碎片清理拼合，才震惊地发现这是一台复杂的齿轮机械，拥有30多个精密铜齿轮。经过100年的研究，科学家终于弄明白了这堆青铜齿轮的用途，原来它可以用来预测天文现象。转动机械上的手柄，前面的刻度盘会显示出未来某个日期、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还能推算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科学家进一步发现，这台机械正反两面都设计有精密的刻度盘和指针，正面似乎显示太阳、月亮乃至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背面则包含追踪19年周期的历法盘和用于预测日食、月食的沙罗周期刻度盘。机械碎片上还刻有文字，提到了希腊城邦名称和竞技赛事日期，可见它具有记录历法的功能。如此复杂的装置，堪称一个袖珍的天文计算仪，把天象运行规律写进了齿轮之中。据推测，古希腊人利用它来制定历法，指导农耕或航海，还可能用来预测古代奥运会的举办周期，因为他们发现机械上刻有希腊体育比赛的周期标记。安提基特拉机械的存在完全刷新了人们对古代技术水平的认知。要知道，在这台天文钟问世后的将近2000年里，人类才在14世纪重新发明出同样复杂的钟表机构。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项机械齿轮技术都失传了。许多工程师听说这个发现后都难以置信，在没有精密车床和工厂的时代，工匠是如何打造出如此精巧的齿轮组合的？这一装置的精密程度足以让人怀疑，是不是有时光旅行者把中世纪的钟表调包到了古代。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台机械并非凭空出现。古希腊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本就很先进，天文学家喜帕恰斯、阿基米德等人都曾设计过天文装置的理论。安提基特拉机械可能正是受这些学者启发，由一位才华横溢的工匠打造出来的杰作。事实上，古罗马作家西塞罗曾记载，传说阿基米德制造过一个可以模拟天体运行的机器，可见安提基特拉机械并非凭空的孤立，只是大多数此类发明没有流传下来。那么，古希腊人既然造出了计算机，为什么这项技术没有广泛应用，持续发展下去呢？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消失的高科技一样讽刺，有时候一项发明会随着文明的兴衰而遗失。安提基特拉机械很可能是为富有的庇护人定制的独一无二产品，并非批量生产的商品。当罗马帝国接管希腊世界后，也许对这种精密仪器的需求和制作传承中断了，相关知识逐渐淹没，直到20世纪我们在海底偶然发现它，才重见天日。考古学家们没有因为它的复杂就假设外星帮助，而是通过刻在机器残片上的古希腊文字以及同时出土的陶器风格，一步步确定了它的年代和来源。这充分说明
有时候古人的智慧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但仍然是人类智慧的范畴。安提基特拉机械如今静静地陈列在雅典考古博物馆里，它提醒着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不止一次出现过领先时代的科技火花，只是很多都湮灭在岁月中了。在遥远的南美洲秘鲁，有一片辽阔干燥的荒原，上面画满了神秘的图案，这就是著名的纳斯卡线条。要是你站在地面上，可能只会注意到地上有一些浅浅的沟槽和直线，但如果从空中俯瞰，这些线条竟然组成了各种巨大的图形，有长达数百米的蜂鸟、猴子、蜘蛛、鲸鱼，甚至还有人形和无尽延伸的直线。纳斯卡线条之大之精确，足以让初次看见航拍照片的人瞠目结舌。2000年前的纳斯卡人没有飞机，也没有卫星地图，他们是怎么在地面上画出如此完美的巨型画作的？对于这个谜题，科学家和爱好者们也给出了不同的解答。考古学家的看法相对接地气，纳斯卡人可能用简单的工具和数学技巧来完成这项壮举。比如，他们先用绳子和木桩在地上做标记，相当于打好网格或坐标，然后按照设计好的比例把图案一点点勾勒出来。由于纳斯卡沙漠地表覆盖着暗红色的氧化铁石粒，把表层石头挪开，就会露出下面浅色的土地，从而形成线条的颜色对比。整个过程其实并不需要高科技，只需要大量耐心和对图案的热情。而纳斯卡人的动机，主流观点认为是宗教或仪式，这些巨画可能是献给天空中的神灵看的祭祀图，因为在地面几乎看不出全貌，只有天上的神或者从山丘上远眺的人才能领略完整图案。有些线条笔直延伸数公里，可能用于祭祀队伍的游行路径，或与天文学有关，比如某些线在特定日期会对准太阳的方位。20世纪中叶，德国学者玛利亚·赖希倾尽心血测绘研究纳斯卡线条，提出这些地画可能构成一个巨大的天文历法，与星象和季节变化相对应。然而这一理论至今仍有争议，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然而浪漫主义和阴谋论者的解释就没那么朴素了。上世纪60、70年代，随着航空摄影的流传，纳斯卡线条引发了全世界的想象。一些作家大胆猜测，这些巨型地画会不会是给外星飞船看的信号，甚至有人开玩笑地称那些长直线为史前飞机跑道。毕竟，如果没有在空中观察，古人似乎没理由画出这么大且只有高空才能辨识的图案。这种外星人论调听起来天马行空，却让纳斯卡线条声名大噪，成为热门的未解之谜之一。也有人提出更实际又奇特的想法，或许纳斯卡人自己也曾尝试过飞行。1970年代，有研究者用古代材料仿制了一只热气球，成功在纳斯卡上空飘行了一小段距离，证明在没有发动机的情况下，凭借火加热，空气也能升空。于是推测纳斯卡酋长也许乘坐过类似的简易热气球，在空中检视他们的伟大作品。如果真是这样，那纳斯卡人不仅会画巨画，还可能是最早的飞行员之一。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猜想，没有直接证据说明纳斯卡人造过热气球，更别提什么飞碟了。纳斯卡线条留给我们的主要还是震撼和疑问：古人为何投入如此巨大精力去作画，却只有天知地知？直到今天，纳斯卡线条依然躺在荒漠中，默默诉说着古文明的故事。考古学家继续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它们，比如通过探测年确定线条的年代，分析图案演变顺序等，力图揭开它们真正的用途。而无论真相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纳斯卡线条展现了古代人类非凡的创造力，哪怕手中只有最简单的工具，也能完成让后世惊叹的壮举。值得一提的是，纳斯卡地画能够在地表保存2000年之久，仰赖于当地极度干旱、少雨、风力微弱的独特环境。正是因为几乎没有自然侵蚀，这些线条才能跨越千年，依然清晰可见，等待现代人将其发现。如果说纳斯卡人的飞行是假设，那么古印度的飞行传说则早已写进古老的神话文本中。在印度的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内》中，多次提到一种叫做维曼纳的飞行器。维曼纳在梵语里
意为空中之车或宫殿。据描述，它可以载人飞行，有的形状像巨大的圆盘，有的像华丽的空中楼阁，这听起来几乎就是古人描绘的飞机或飞船。难怪有人会想，难道几千年前的印度人就发明了航空技术？持这种想法的人往往引用一些惊人的证据，例如，据说在印度古代文献中还藏有一部详细讲解如何制造飞行器的手稿《维曼拿沙斯特拉》。传闻这部手稿描述了飞行器的引擎工作原理、用到的金属和水银，以及飞行员的训练方法，听上去相当现代化。还有人声称，史诗中描写的战争场景疑似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例如某种武器爆炸后产生炽热光芒，让城池瞬间化为灰烬，幸存者脱发，甚至孕妇流产。听起来和核爆的效应很像，这些都被一些阴谋论者解读为史前文明掌握高科技，甚至发生过核战争的线索。然而，学者们对这些说法大多持怀疑态度。首先，维曼纳飞行器的记载来自神话传说，本身带有浓浓的宗教和幻想色彩，很可能只是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像中国神话里嫦娥奔月、孙悟空腾云驾雾，我们不会真的认为古代中国有航天火箭。同理，印度古人将神仙的座驾描绘成飞行船，并不能当作技术实录。至于那本维曼拿沙斯特拉手稿，则更有问题。研究发现，它并非古代原稿，而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所谓抄本，很可能是由近代人士委托古人之名编纂的产物。里面的许多技术细节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比如提出的水银涡轮发动机设计，现代工程师一看就知道不靠谱。换句话说，真正古老的梵文文献里并没有教人造飞机的说明书，这些都是后人的杜撰和过度解读。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古印度有没有可能存在过某种高科技文明呢？以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还没有任何直接的遗迹支持这个想法。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恒河文明出土的大多是陶器、铜器、城邦遗迹，没有发现任何飞机零件，更遑论什么核反应堆的痕迹。那些被渲染成核爆遗迹的遗址，比如摩亨佐达罗的毁灭，更可能是普通的火灾或外敌入侵所致，和核武毫无关系。所以，维曼纳更多是古印度丰富想象力的体现，而非真实的科技史。尽管如此，这些传说无疑很有趣，它让人们在茶余饭后展开讨论：古人真的可能飞天吗？如果真有高科技文明，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或许这也正是阴谋论和传奇故事引人入胜的地方，用无尽的假设去填补历史的空白。除了上述几例之外，世界各地还有许多被传为古代高科技的传说和发现。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埃及电灯泡浮雕。在埃及丹德拉神庙的地下密室墙壁上有一幅奇特的浮雕图案，图上似乎有人物举着一个形似长条灯泡的物件，里面还有一条蛇状的曲线，旁边连接着莲花和一个长方形支架。这幅图被某些人解读为古埃及的电灯泡，蛇状曲线被看作灯丝，而长方支架像是电线连接的电池或变压器。这种说法让人浮想联翩。难道古埃及祭司在密室里用灯泡照明？然而，考古学家给出的解释更加贴近实际。这个浮雕其实描绘的是埃及神话场景，莲花生出的蛇形神灵，长方形支架是象征稳定的杰德柱，整个画面与照明无关，而是宗教象征，并且埃及遗迹中从未发现任何与电灯相关的器物。如果真的有电灯泡，难道不会留下一根铜线或一只灯座吗？因此，丹德拉灯泡更可能是现代人望文生义的误会，但它依然是古代高科技爱好者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精密石材切割，在埃及、秘鲁、玻利维亚等地的古代遗址，有些石头建筑的加工精度令人惊叹。比如埃及阿布希尔地区发现的花岗岩钻孔痕迹，留下了螺旋状的纹路，仿佛只有高速机床才能留下这样的切割轨迹。在南美安第斯的提亚瓦纳科遗址，巨大的安山岩石块切割得如同乐高积木，有些开槽和孔洞方正平滑，放到今天都像是激光切割般精准。这些现象令一些工程背景的人直呼不可能。古人没有钢铁工具，
怎么在坚硬的石头上做到这样的精度？因此，猜测又来了。有人怀疑古文明使用了失传的硬质合金工具、钻石切割技术，甚至干脆搬出外星激光。但考古证据表明，这些遗迹中的石料往往存在手工加工的细节痕迹。古代工匠可能通过长时间的研磨、砂石作为研磨剂，以及对线条和平面的反复打磨，实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精度。就像金字塔一样，当投入足够人力和时间，精益求精，石头也能被雕琢得天衣无缝。因此，与其说古人有超自然的石工技术，不如说他们有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毅力。当然，这些精密石工案例依然给现代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忍不住怀疑，难道真有我们不知道的巧妙工具？这种质疑也推动着历史学家去重新评估古代技术的可能范围。千年不锈铁柱在印度德里耸立着一根距今1600年的铁质石柱，历经岁月几乎没有锈蚀。有人惊叹古印度是否掌握了神秘的防锈技术。实际上，科学家分析发现，这根铁柱含磷量高，含硫量低，在当地干燥环境中形成了致密的氧化保护层，所以才能千年不锈。这更像是冶金配方和环境的巧合产物，但也反映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阿比多斯直升机浮雕在埃及阿比多斯的塞提一世神庙石梁上，有一组奇特的象形文字浮雕，远看之下，其中几个符号如现代的直升机、潜艇和喷气机。这张照片在网络上疯传，让人猜测古埃及是否见过现代飞机。其实，这不过是雕刻的巧合叠加效应。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符号是不同年代的法老铭文相互覆盖，风化脱落后恰巧拼出了类似机械的形状，并不是真的直升机。虽然真相并不神秘，但这一乌龙趣闻也常被提及，增添了古埃及传说的神秘色彩。这些额外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古代遗迹中有很多看似超越时代的谜团，但深入研究后往往能找到符合当时条件的解释。不过，对于喜欢探索未知的人来说，每一个未解之谜都是打开脑洞的契机，也让古代文明显得更加神秘迷人。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出现看似超出现有认知的古代遗迹或物品时，往往会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边是严谨的科学考古观点，另一边则是天马行空的阴谋论和假说，两者之间常常碰撞出火花。考古学家倾向于基于证据做出推断，他们相信古代先民在已有技术水平下，通过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完全可能创造出令我们惊叹的成就。比如金字塔的建造，考古学界更愿意寻找当时可能用得上的工具，像斜坡、滚木和社会组织方式，像大量工人分工合作来解释，而不会轻易引入外星帮忙这样的超自然因素。再如安提基特拉机械，最初也有人感到不可思议，但随着深入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它符合古希腊科学传统，只是技艺超群，并非真的外星产物。相反，一些工程师和业余爱好者因为不熟悉考古细节，可能更容易对古代成就感到震惊，从而怀疑是否存在官方解释之外的力量。在他们看来，既然以现代常识无法轻易复制古人的成果，那很可能古人获得了某种特殊技术或外来帮助。久而久之，这种想法发展出各种阴谋论，例如政府或学术界隐藏了史前高科技文明的证据，外星人早就在古代造访地球并指导了人类文明。互联网上充斥着此类猜测，每当考古发现一个新谜团，这些理论就会卷土重来。毕竟，相比起严谨枯燥的考证过程，这些大胆假设往往更有戏剧性，也更吸引眼球。事实上，20世纪以来，就有一些作家极力推广远古高科技与外星文明的观点。其中最知名的要数瑞士作家埃里希·冯·丹尼肯，他在1968年出版的《众神的战车》等书中，声称埃及金字塔、复活节岛、巨像等都是外星人的杰作，一时轰动世界。最近几年，
英国记者格雷厄姆·汉考克也通过纪录片和著作提出史前高级文明的假说，引发广泛讨论。尽管这些主张缺乏严谨证据支撑，却以其大胆新奇的叙事吸引了大批读者和观众。科学与阴谋论的冲突，有时候也反映出人们对未知的态度。科学精神要求我们既要有好奇心，也要有质疑和求证的耐心，而阴谋论往往在证据不足时就迅速填补空白，给出一个满足想象的答案。举个例子，金字塔没有清晰的建造记录，这确实是个谜团，但科学家会说，我们还需要更多考古发现才能解释，而阴谋论者可能直接说，这是外星建筑，难怪没有记录。前者是在承认自己的无知并继续寻找答案，后者则是在未知处安了一个更大的未知，听起来解答了问题，实际上只是将问题推给了另一个无法验证的假设。当然，并不是说大众对这些奇异理论就完全不可取，很多人正是因为对这些传奇故事感兴趣，才开始关注历史和科学，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历史上也有主流学界看走眼的例子，曾被当作神话的特洛伊城最终被发现，就是考古学向传说汲取灵感的成功案例。所以保持开放的想象力和怀疑精神，两者兼备，也许才是探索未知的正确态度。考古学家需要避免一味的保守，排斥新可能，而阴谋论爱好者也应明白，没有证据的推测终究只是故事，不能与经过验证的事实等量齐观。对于古文明究竟有多先进这个问题，科学与阴谋论给出的答案自然相差悬殊。阴谋论者可能相信曾经存在过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如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掌握电力、飞行甚至核能，只是因为大洪水或其他灾难湮灭了证据。而科学家更多的认为，古人虽然聪明，但他们的科技树并没有跳级发展，更没有什么神秘文明被彻底抹去。我们考古发现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人类文明从石器到青铜到铁器，一步步走来，中间也许有过局部的高光时刻，比如安提基特拉机械，但并不存在一个与现代相当的全球高科技社会被遗忘在历史中。如果有，那它一定会留下大量难以掩盖的痕迹，比如大规模的工厂、矿场、工具，而这些恰恰没有被找到。归根结底，这场碰撞体现的是理性求证与浪漫想象之间的差异，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在沙土中刨出事实，一个是在繁星下畅想着失落的帝国。或许两种态度都源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我们既渴望了解真实的过去，也忍不住幻想另一个可能的历史。古代高科技的传说就游走在这真实与幻想的边界，让我们对过去既敬畏又憧憬。纵观这些传说与发现，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古人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原始无知，相反，他们展现出的智慧往往让现代人自叹不如。巴格达电池也好，金字塔也罢，还有希腊的机械、纳斯卡的地画、印度的飞行神话，它们要么是古代工匠巧妙运用当时条件的成果，要么是后人过度解读的巧合与传说。在目前掌握的证据下，大多数神秘现象都有可能的合理解释，并不需要诉诸超自然的高科技。古文明的技艺之高超，更多体现在他们对自然和工程原理的灵活运用上，而不是掌握了违背时代的发展捷径。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未来有新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写教科书的可能性。科学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发现新知，证旧有观点。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在地下挖出一个几千年前的机械工厂遗址，那时科学家也会兴奋地调整理论。然而在此之前，面对那些诱人的远古高科技假说，我们不妨既保持好奇，又坚持理性，相信我们的祖先有非凡的创造力，但也承认文明进步需要累积和传承。毕竟历史上确实有技术断层的情况，罗马人发明的火山灰混凝土配方曾失传千年，著名的大马士革钢件锻造秘法也曾湮灭许久，才被现代冶金学重现。这说明技术可能会在战乱或变迁中遗失一时，但终究会留下一些痕迹，被后人重新发现。消失的古高科技究竟是真有其事，还是巧合误读？或许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一方面，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人类的创造力曾多次在历史上闪光。另一方面，它也警示我们不要轻易被表象迷惑，而忽略了脚踏实地的证据。在探索历史奥秘的道路上，理性与想象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想象力让我们提出问题，理性则让我们验证答案。正因如此，无论真相如何，这些古老传奇都将继续吸引我们去探索、去思考，让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好奇心薪火相传。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每当我们解开一个谜团，往往又会出现新的问号。对这些远古科技的探索，正是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跨越时空的一场对话，让我们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想象。好了，今天关于消失的远古高科技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看完这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是更加敬佩古人的智慧，还是对那些未解之谜产生了新的好奇？无论如何，希望这段旅程能让你对历史和文明有一点全新的认识，也欢迎你保持想象力，但别忘了用科学的态度去求证。下次我们再一同揭开另一段神秘的历史篇章。